但我觉得这也太离谱，因为快筛真的是造成极大的一个民怨。不要说排队这件事情了，疫情已经烧了这么久，全世界的快筛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都是满出来的，都是很便宜的，贩卖机就有卖。我们台湾呢，你现在去排队还不见得排得到，有没有？新北市民平均1个月才买得到快筛试剂。我想请问一下所有的网友，你们排到了吗？你们买到了吗？啊，今天看到一个画面，我们看到还在偏乡哦，偏乡都一样，一大早7点这个就开始大排长龙哦，年轻人也去排，老人也去排。天哪，不会吧？哦，我们台湾这个疫情不是跑第一，我们后发先至，对不对？人家全世界已经烧完了，都已经要解封了，我们台湾现在往上飙。然后我们竟然没有快筛，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可笑了。难怪今天蔡英文要震怒，蔡英文大概也不想赔上他的这个清誉，对不对？为了陈时中，你没有，不要讲超前部署了，根本没有部署嘛。当然，在缺乏的时候呢，是不是就会有特权啊？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啊，过去大家记不记得疫苗？我们都没有疫苗的时候，就食药署打好打满啊；有疫苗的时候，他们要选择比较好的啊，是不是这样？然后你看看今天这个林静怡确诊了，然后这个脸书上呢立刻告诉大家他确诊，然后就公布了啊，他去做了 PCR， 不公布也就罢了，结果一公布，韩冰你就看啊。哇天哪！你知道我们有跟那个主播辣妻何慧荣哦，他也确诊。那他先快筛，快筛之后呢，发现2条线就去验 PCR， 按照程序嘛。结果他等了多久？他等了48个小时。他等了48个小时。一般民众的待遇就是这样，3到4小时叫做基本款啊，48小时很多人都这样。而且48小时之后呢，你发现你的这个健保资料还没有更新。好，更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谈。现在回归中央这个系统之后呢，太慢到台北市也哀嚎啊，全部跟不上，你怎么办呢？地方的防疫怎么做呢？所以林静怡到底有没有特权啊？朱学恒说，这不是特权，什么是特权？当然，这个朱学恒大家知道了哈，他讲话真的很好笑。他说这是比较年轻的周玉蔻，就是长这样。因为周玉蔻，你记不记得周玉蔻扣姐的快筛是怎样？到他家里去做的啊，到府快筛。林静怡还是差一点啊，林静怡得到医院去做啊，但是他到医院也很快啊，对不对啊？他有像我们这个辣鸡排48小时嘛，他一下就做好了啊。医院最速见3个小时啊，这人2个小时就拿到 PCR 结果，然后还贴文，你说啊，这不是特权，狗才信。然后林静怡马上告诉大家。我不是会到处亮身份的人哦。问我的时候职业，我只说是政治工作者。来，韩冰，我觉得你在享受特权呢，就不要讲这种插话，讲这种插话是让人家更堵然而已。因为说真的啦，像慧荣48小时，这个真的是一般人正常的现象，48小时也不算太慢。为什么？因为有人更久。可是。就算是医院的最速件都是3个小时，那你是多久？你们讲2个小时其实错，他是1小时24分钟就拿到，他84分钟就拿到。那请问一下，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特殊身份，为什么你会这么快？你还好意思讲说我不是会到处亮身份的人？拜托，你叫林静怡耶，你在你自己的选区耶，你是刚刚出来的新科补选立委耶。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好，就算你戴了口罩，人家认不出来，你总要拿健保卡给人家吧？人家总会看到你的名字。你是认为医护人员都不识字，就是人家会不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不知道你是谁，会有这么快速的处理，你不觉得很讶异吗？所以不要讲这种，真的是听了让人家鬼巴会这种话。不要说是你啦，我相信凯翔也是一样，谢大使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我们走到路上，有的时候你戴口罩还不是常常被人家认出来。我们都会被人家认出来，何况是你？你是有全国性知名度的人呢，你在讲什么啊？我觉得享受特权就享受特权，就不要这时候应该要低调。而且你享受的特权不止这个，正常根据防疫指挥中心要求的程序是什么？你要先快筛，快筛阳性之后，他到底有没有快筛啊？他说他没有啊，他就是喉咙有痰嘛，对不对？他就说他自己喉咙有痰，就直接去排队。你完全违反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引。而且他自己是医师，对我今天看到凯翔也写一篇，这我可以讲一下，因为昨天最早写这件事情的是我，然后呢，他就有苹果日报把他写了之后跑去问他，应该怎么说呢？他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就 po 了一篇文章，是在
傍晚4点23分的时候 PO 了这篇文章，然后就说他自己确诊了，然后呢就简单讲。那当时其实我第一时间没有，他这个图是5点钟才加上去的。我当时看到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夸张，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有这种6岁的婴儿，然后呢父母抱着他在急诊室外等着要进急诊室，6个月的婴儿，对，然后都还不能进去，然后结果这大小姐就直接就杀进去，然后做 PCR 了吗？然后这件事情不是会有点夸张吗？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文章，然后就开始这个林静怡就开始回应这件事情，但是他自己后来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他更新了一张图片，就说他可能原本是想要讨拍吧，就拍上了这个亚大医院帮他做的这个 PCR 的这个书面报告。结果呢，他上面就露馅了，露了说他的这个采检时间是这个昨天5月3号的下午2点59分，所以他2点59分被采检，结果在4点23分他就可以 po 文。po 文不是说那个时候拿到报告，代表他早就已经拿到报告，他知道结果了，然后呢 po 出这篇文章，他说他自己确诊了。2点59分。4点23分，各位，我问所有全国的民众，有谁可以在84分钟之内，然后呢知道自己的 PCR 结果？很多人等了1天呢，等2天的都有，而且大部分的民众是拿不到纸本报告的，你根本没有那个纸本报告可以给你拍，大家都是看手机，这个健保快易通上面会用数位的方式通知你，所以林静怡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夸张了。结果呢，他到晚上的时候，他自己又拍了一个影片，跟大家不好意思啊，我确诊了，看起来那一篇其实也是一个讨拍文，结果他自己在里面又露馅了，露什么馅？他在早先那篇的文字当中没有提到自己是先筛阳再去做 PCR， 这个已经违反昨天的规定了。然后他用这么快的速度可以直接做到 PCR， 他昨天下午觉得不舒服，昨天下午就做到了，然后呢84分钟就拿到报告，这也很扯了。他自己又在影片当中解释说他这个跑行程觉得不舒服啊，然后就跑去急诊啊，跑去急诊的时候在急诊室怎样讲，提到急诊这个字，就让很多民众更愤怒了。对，就到他们讲的前面讲了多少人不能去急诊，急诊是进不去。他不过有个痰，他就跑到急诊，他就是那个排挤医疗资源的人嘛。他就是啊，然后我也非常火大，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室昨天也有一位同事，然后呢他就快筛阳性，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有症状了，他在急诊室外面等2个小时，2个小时，几十个人排在那边，然后呢不能进去结果他这个大小姐直接冲进去了。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人试图要来洗地，跟我贴一大堆什么亚大的什么的医院有什么4小时快筛，我就问他了，他是84分钟，84分钟多少钱？4小时是6900，84分钟多少钱？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呢，这个所谓4小时快筛全部都有特殊状况，什么你要出国的啦，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出国或极特殊的情况。林静怡第一个喉咙有痰，怎么样？大委员喉咙有痰，咳嗽有痰了不起啊？你症状又不严重，你为什么就直接冲进急诊室了？你也没有出国需求，你凭什么跟人家抢那个自费快筛？他是不是自费也不知道，你把收据拿出来大家看一看嘛。总之方方面面都是特权。我说真的，我觉得最生气的不是林静怡，他 suppose 就是这种人嘛，他就是这种人嘛，那怎么样了呢？我们今天把这件事情点出来，那我看了他，我也不想再多说他什么，他就是这种人。只是我真的觉得有些民众还在帮他护航的，你就是死韭菜人家把你当韭菜割好玩的，你还在那边护航镰刀，你是不是疯了啊？就是你们这种人才养出这种政治人物，我真的觉得太糟糕了。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林静怡，第一个他是这个国会委员嘛那第二个他有医疗背景他当然有一些这个医疗的一些管道、医疗的一些朋友等等。好，那你就算是有点特权，但是我们看到他事后的这个解释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恶心讲实话就是很恶心。另外也想请问一下，他这个选区的选民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待遇？他是不是也应该帮他这个选区的选民去服务一下？既然你这个管道很畅通，对不对？看起来你自己的管道很畅通，所以至少你选区的选民，当初投你票的那些人，把你送上这个国会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怀疑自己在还没有快筛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80几分钟就可以拿到这个 PCR 的检测报告这个凯翔说他不想再多讲，但是我倒希望韩冰再多讲一点。我是觉得啦，我现在想到一个对林静怡来讲非常棒的一个措施，既然他这么会排队然后他排队之后马上就可以拿到最速件处理，那以后林静怡你也不用去咨询，反正你咨询也咨询不出一朵花，你根本不懂国防，有什么好咨询的？你就每天在那边排队就好，就是看你选区的选民，你直接在脸书上公告，
你们谁有什么疑问，我来帮你们排队，保证84分钟拿得到，80分钟一定拿得到。对啊他下次套懂肯定第一高票，搞不好全国第一高票。是啊，对啊，你就专门做这件事情就好。反正他的管道都在啊，现成的啊，都一样啊。那亚大医院你要注意哦，我们以后就盯着你哦。如果下一个裁剪是85分钟，我就为你试问。所以我们这边呼吁一下林静怡的这个选民哈，这个是有这个特殊服务是不是？这件事情还有个案外案，就是蔡其昌，行政院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助理，大助理，他今天呢自己在私人脸书上面也抛出了一份这个检验的这个书，也是在亚大医院做的，也是当天就拿到。他是阴性啊，他是 PCR 阴性，当天就拿到了蔡其昌的助理，然后结果呢，后来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林静怡这件事情闹大，他删掉了，但是已经有人截图了。哦，他把它删掉了。对，他也是当天就拿到 PCR 的阴性证明啊。蔡其昌的助理，要不要自己出来坦诚一下啊？所以你看，包括林静怡，包括蔡其昌的助理，你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很像一种人吗？就是那一种屁孩。在做一些恶作剧啊、打人啊、闹事啊、干嘛，还洋洋得意贴在脸书上，然后被人家抓。把所有的证据全部摊出来，然后让人家直接活逮你，不就这样？林静怡不就这样的人吗？对他来讲，那理所应当的嘛，理所当然呐，理所当然，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刚凯翔说有一些人哦，人家拿镰刀在把你当韭菜割的时候，你还傻傻的在帮他讲话。其实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这样，但绝大多数人是干什么？人家是收钱办事的，他是负责要把你这个东西淹掉的，他要把你的东西整个扭曲转换了，不然的话，我说真的啦，是有谁这么闲，每天在网络上就等，看有谁说我支持人的坏话，我就上去攻击他，到底有多少人这么无聊啊？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些账号来来去去就那些人，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收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收钱的话，那你笨得跟猪一样。更糟啊！赶快回去检讨一下，你妈生你不是让你出来被人家当韭菜割，还帮人家讲话了。拜托，为了你祖宗的面子也争气一点好不好？至少跟人家收个钱吧。但今天我说实在，我们在这个开会，在讨论疫情的这一题哦，大家觉得似曾相识，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波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疫苗，刚开始的时候连口罩也不够。那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起惊涛骇浪度过那段这个腥风血雨啊，这个每天都有这个确诊死亡的这个案例的悲惨的日子。然后有很多光怪陆离的情况，比方说人民没有疫苗可以打，政府的官员打好打满哈，连我们不是说这个内勤的人员他们的命就不值钱，但是连一些低风险的人，他们只要是政府单位，他们通通可以打好打满，而且他们选择呢比较好的这个疫苗来打。你买雾化器呢会送你水神，那么家里面8坪以上的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数都有不同的选择，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怎么买？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记得帮我输入CTI285，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